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这个频道我们的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大家如果看我们以前的频道，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的嘉宾都是什么清华、北大、什么哈佛、斯坦福。那很多人就会问了，哦，难道大家必须要是这样的教育背景才能成为牛人吗？啊，你这个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就没有草根能够做得非常成功吗？难道就没有怎么样我们说 underdog 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故事吗？那么今天呢，就请来了以前在哔哩哔哩做直播的产品 lead，那 JY 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那 J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Big Joe 是我的学长，也是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然后我这边也非常荣幸能够去参加这一次交流。好的，JY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知道你是在哔哩哔哩现在做整个直播产品的 head，你最近还在哔哩哔哩吗？我这边有些产品的一些职业一定的变动，然后下一哦，家应该会加入 TME，也就是腾讯音乐这边。哦，明白了，所以很好很好。那我们等会来梳理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也恭喜你最近怎么样加入新的公司。谢谢。那首先从你的个人经历开始讲起吧，比如说你的大学和你大学毕业之后的创业的这个故事，能说说看吗？OK，没有问题。首先我跟 Big Joe 是校友，当然是中学校友，然后我们都是武汉外校毕业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只不过有点不一样的是呢，Big Joe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能够考入优秀的大学。然后我高考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属于发挥失误，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倔强，所以说没有考入一个非常牛逼的学校，就是说刚才 Big Joe 讲到的，并不是北大、清华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加入的是江汉大学，在当时应该是一个二本学校，然后呢，然后学的也是金融，所以说当时实际上我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混沌的，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可能更多的时间并没有花在课堂上面，而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参加辩论队，比如说去研究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创业，当时创业的内容呢，其实是做高校媒体。当时并不是互联网的高校媒体，因为可能我们学校根本其实没有人真正做互联网，都只是去做一些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那段期间，我学会了一些很多实用主义的事情。可能就是说，没人教你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你内心的本身，你自己去学习和钻研一些相关的东西。比方说高校的一些媒体，比如说食堂桌面的一个广告，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学会了什么叫做流量变现这个概念，怎么当时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到后面到大概2012年左右的时候，13年我开始我毕业了，2011年我毕业了之后，因为我自己创业本身并没办法养活我自己，所以说我就成为了一个证券分析师、证券经纪人。其实我当时就有点斜杠青年，就是边工作边创业一样的。然后当然也跟我的合伙人一起努力，然后做到中间的时候呢，包括到2013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创业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吧。然后当时我毅然而然的就决定了辞职，然后全心进入到创业的阶段，并且那时候我发现，其实微信公众号是就一个新媒体的发展机会，而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写东西的。我的 blog 也坚持了很多年，就从2007年一直坚持到现在，每个月都会写。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个也算一个文艺青年吧，所以我就觉得把这种文艺的东西写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当时其实我觉得构建了我最早的产品经理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去建造一些，比如说查询的功能、查询成绩、查询一些地图、查询一些简单的功能，在微信公众号上做一些插件，然后吸引了一些基础的用户，然后形成把这些用户之后呢，我再通过写一些文案去做他们的留存，然后再去拉赞助，获得商业化的一个变现，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不过可我先惜的是打断一下，你当时你说，做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嗯，做的一个公众号吗？是个媒体吗？还做的是个功能，是个工具啊？是一个媒体号，有点像 Facebook 上面也应该有这种，就是那种官方号，比如说江汉大学的号、武汉大学的号、华东科技大学的号，就类似于明白，这个样子。明白了。对。然后我在这个号上面又做了一些插件的功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吸引了最初的一些学生，然后就做了一些流量变现。
但是很可惜的是，到2014年的时候，我可能跟我的合伙人们的观念并不再相同，所以说我当时他们想更做的是传统的一些活动的事情，而我想转型，我认为互联网的红利和信息流是更重要的，所以但是可惜我的股票权不高，所以说我就相当被踢出局了，那我的创业就此结束了，就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从你大学毕业就没有想过说啊，我要去个大公司，我要怎么样朝九晚五，对吧？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创业的洪流里面。首先，这个想法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哈，你能讲讲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吗？OK，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期，基本上每期 Big Joe 的那个访谈我都看过。实际上，你知道我看完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们在中国有个行话，把这种情况叫做又红又专，或者说叫做精英模式。意思就是说我非常的优秀，我进入了一个优秀的大学，然后我进入了一个优秀的公司和企业，然后步步皆升。但是很可惜的是，也不能说很可惜，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只有3%不足的人能够真正的进入一线的名校。实际上，97%的人并不能像，比如说我就是那97%的人，并没办法进入真正的名校。我们实际上，比如说我毕业的时候，我也希望进入大的公司和大的企业。说实话，比如说我也想加入腾讯、阿里巴巴或者说谷歌之类的，但是很可惜，我一点机会都没有，叫做一点机会都没有，因为我的简历都通过不了的。所以说，你说我创业到底是因为我主动的、非常有创造力的希望去做一件事情，还是说迫于环境被迫逼着的要去做草根创业的话，我觉得其实更多一点，在当时的场景，其实更多是基于后者，就是说我被迫进行了一场创业，这样子。好，但是根据你当时的这个情况以及你当时的选择，于是你就进行了自己创业。当然了，我觉得创业肯定也是有很多收获，毕竟是你做的是一个全新的事情，不像是在一个大企业里面做一个相当于小螺丝、小齿轮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后来呢？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也去美国留学，然后你美国留学之后，你也没有像我们很多人决定要留在美国，而是直接回国了。你想想看这段经历吗？可以，没问题。就在创业失败的时候，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就是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因为我也失业了，创业也失败了，然后也没有钱了，然后他给了我机会，然后就说，你愿意去看看另外一个世界吗？因为他一直相信我有这样方面的潜力，所以说我就参加这个，然后并且考上了全额奖学金，然后加入了 Tuskegee University。实际上，当时我也有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比如说像 Auburn University，就是库克的母校。但是很可惜，就是还是有个背景，就是这个草根嘛，就没有钱。实在是我家里也没有钱让我去读书，我也没有存款去读，所以我只能选择相对来说并没有名气的一个美国学校，但是我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努力的，包括做那个助教也好，还是做研究也好，并且做的成绩。实际上，当我毕业的时候，我也可以留在美国，因为我导师希望我在亚特兰大找了一份数据分析的工作。然后，但是呢，我客观的说，我这个人非常的随性，就是说，就按照自己的从心嘛，就按照自己的心进来。我当时就是跟我导师说，其实我来美国，我的英语也不好，我的这方面我并不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一个人，但是我很感谢你能让我学习到这么多的东西，包括理解美国的文化，包括融合中国的文化。但是我希望能够回去去做自己做的事情，我能够每天说中文，能够每天吃烤羊肉串，这就是我当时的梦想，真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导师当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说，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回去之后，可能你买不起房子，或者因为中国的房价很贵，然后生活的并没那么好，你能够接受吗？因为在美国你其实可以过得稍微舒服一些。然后我说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快乐是来自于我内心的。只要你遵从自己的内心的话，不用太在乎别人的观点，你就可以，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快乐一些。好的，所以当时呢，你就是应该说是放弃了美国的一些从物质方面比较优秀的一些体会，或者你如果留在美国，也许你就在亚特兰大工作，或拿个绿卡，或者怎样，但你就觉得算了，我还是想吃羊肉串，还是回中国去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后面，就是你后来就成为了一个直播这个行业的一个老兵。那你以前是做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金融，这个金融，然后虽然做创业，但是你跟直播行嗯，业没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你又在美对国读书，但也没有什么直播的经验，你是怎么进入嗯。到直播这个行业的？OK，说起做直播行业来说的话，我认为是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大概15年的时候，我当时就接触到了，比如说像 Twitch，因为我这个说一个背景，就是说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游戏，就是非常喜欢游戏，然后单机游戏、手游还是网游之类的。然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叫 Star War，就是那个比如说星际争霸呀，或者这些东西，叫 StarCraft。然后这些 Warcraft 这些游戏我就会去玩。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嘛就非常的反感我玩游戏，而且我还在那里不停的研究这些游戏，而且我还会知道当时有什么全球的比赛。只不过那时候看全球比赛怎么看呢？只能去买报纸，去买那些电脑周刊，你才知道啊别人赢了或怎么样。但他只能通过文字的方法告诉你怎么去打。然后过了几多年之后，可能有些人可以把这些录下来，然后放在视频，你学会怎么打。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好的游戏，这些游戏的大神们不能像那种 World Cup、NBA 那样，我不能 streaming live，我不能直播去看他们怎么打比赛，包括我可以去演讲他们怎么去打比赛吗？直到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 Twitch，然后当时在美国我知道有一个公司叫斗鱼，而且我还知道斗鱼是武汉的公司，因为我自己是武汉人。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兴奋，我就觉得 OK，把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人给做到了。然后，但是我知道这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直播，包括我自己也开始直播玩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找到了很多痛点吧。然后我当时就决定，如果我回武汉的话，我要去试一试。虽然我没有相关的经验，但是我要去试一试。所以说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其实是非常认同这个行业，非常认同这个对，游戏直播的这样一个愿景，所以呢，你看嗯到了 Twitch，你看到了斗鱼之后呢，你就说那我要加入它，你这个公司也在这儿。当然了，你说哦，我看到了这个行业，我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和对这个愿景嗯非常的相同，那这并嗯不足够让斗鱼给你一个 offer，嗯，不足以就说你对。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那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这个转折也很有意思，很有戏剧性吧。我觉得，因为当时16年我回国的时候，事实上当时斗鱼因为是14年成立的，16年被中国称为直播元年，也就是说直播大爆发的一年。当时斗鱼获得了 B 轮的融资，但是同时，比如说虎牙、熊猫、全民等等，我们那时候把这一场革命称为叫做千波大战。意思就是说，当时根本就只有比如说 YY 斗鱼1、2个直播公司，突然之间在整个市场出现了1000个直播公司，来蜂拥这样一个风口。所以当时斗鱼作为最老牌的起步者，其实被分拆的非常严重，就大量的产品经理、运营，包括主播被挖走。所以当时他失血非常严重，甚至已经濒临到一个危机的地步。当时我觉得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所以当时就招聘了很多人。然后包括像我这种完全的 freshman 菜鸟，一点经验没有的人，然后也说把我招进去。然后当时我还记得那个招我的人跟我说，你虽然没有任何经验，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热情，非常有想法。但是如果你3个月没办法学会，比如说原型图、脑图、逻辑图，或者不能写出 好的 PRD 的话，那么不好意思，3个月后我们会把你裁掉。后来我说可以，没有问题。然后当时我放弃了建设银行和长江证券等等这些 offer，我毅然而然的加入了斗鱼这个 offer，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需要去尝试的嘛。而且我觉得之前创业的经验给了我就是那种很强的自我学习和不怕失败的那种勇气吧。然后我就加入进去了。事实上，确实3个月以后，基本上当时招聘的产品经理只剩下1/3，他确实裁掉了2/3的人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批人2/3裁掉了。但是很幸运的是，当时的产品总监觉得我是比较有潜力的，所以说就把我留了下来。挺有意思的哈。那这样的嗯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当时也算幸运踩到了一个行业风口，因为这个对，行业突然一风口出来呢，导致这个行业里的需求比较大，需求比较大呢，嗯他就没有足够的人才给他用，于是他把这个嗯，机会开放给了很多没有经验的人。所以说，如对，果各位同学，如果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正好你又踩在风口上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行的这么一个机会吧，对吧？再一个就是没错，你本人确实是对这个
游戏和直播很有兴趣，很有热情，嗯所以你做一个你很有热情的事情，那你就容易比别人做得好。为什么裁掉2/3没有裁掉你呢？我相信，因为对你来说，可能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是一个你本来就非常梦寐以求的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的话呢，你能够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对，是的。所以说大家也要去，各位同学，你们也要去想想看，能不能够做一些你自己特别热爱的事情，特别热爱的事情。好，那么接下来呢，就会说你在这几家公司里面做直播的这样体验。我这里想插入一个问题，就是在2线城市做，OK，互联没问题。网是什么体会啊？因为大家现在一般都说到北上广深加杭州嘛，对吧？那在武汉这个对。不是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城市，做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是个怎样的体验呢？ OK，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的在中国的产品经理基本上都在北上广深杭这5个城市里面，包括武汉，可以这么说，在出现斗鱼之前，甚至来说在互联网界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声量的一个城市。我因为我现在是因为我相当于除了武汉以外，我后来去了腾讯，去了深圳，然后来到上海，加入了哔哩哔哩，包括现在在 TME 加入了广州。所以说，我其实出来的时候，包括我也有很多武汉的朋友，他们经常会问我能不能回武汉，所以这里我觉得也分享一下吧。我觉得2线城市来说，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些零星的机会，比如说斗鱼也好，比如说这类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客观来说，确实我觉得在2线城市做互联网比在1线城市做互联网更难得多得多，因为你的风险高太多了。因为当你失败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我从斗鱼被踢出局了，我没有第2个选择，我在这个城市里面可能很难再找到第2个或者第3个选择，所以说我不得不被迫要离开这个城市去换另外一个城市。而北上广深杭，你随便举一个城市，你可能都有10个以上的 offer 的机会，所以说，它的转移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就像这样。所以说，确实这是2线城市，我觉得确实要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国的资源是高度我不知道美国可能也一样吧，我猜，就是说是高度集中的，就是可能90%、95%的资源都在这5个城市里面，然后剩下所有的城市再去分到5%。那听上去好像是就是吐槽多一点，是吧？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吗？在武汉做产品经理 ？OK，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说实话叫做野蛮，真的是一种野蛮感。就是说，比如说在斗鱼的时候，谁行谁就能上，就是说可能并不像是如果你去腾讯或者阿里巴巴，它的界限非常的分明。就算你非常有想法，非常有冲劲，但是你这些想法和冲劲可能根本就无力可施，它根本不会给你一个机会的。但是可能在2线城市里面，因为大家都是野蛮发展，没有那么多的拘束点。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一些年轻一点的产品经理来说的话，有冲劲的产品经理，你的产品半径，你可做的事情反倒范围更大点，你的学习空间和成长速度其实可能会更快一些，至少在前期而言是这个样子。OK， 好的。那么我们说完这个话题呢，就想说说看接下来，因为你其实是留学回来才进入到直播这个行业，其实没有几年哈，你好像是3年时间就做到了哔哩哔哩的直播产品的 lead， 然后你要管20个产品经理吗？当时就是反正最多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数字，对吧？很大的一个范围，就是你只是一个新兵，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怎么快速成长为一个产品领导的呢？ OK，我觉得借用一个人的说法，一个产品前辈的说法，实际上产品经理的成功来说是要有3个因素的。第一个因素是你要踩对风口，其实之前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整个直播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虽然我加入整个产品经理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我现在刚满4年，然后我16年9月份开始做产品经理的。但是对于直播 streaming live 这件事情来说，我却是一个老人。那就是因为你踩对了这个风口，所以说你其实相对来说就弥补了我这一个所谓的叫产品经理时间的不足，因为我的行业经验足够。然后第2点就是说，你一定要踩对你的团队和公司。比如说我踩对第1家斗鱼的时候，是因为我相信他对于整个游戏直播的理解和发展是正确的。然后我又在1年半的时候，就是在斗鱼待1年半之后，
我这个时候认为其实我的积累是足够的，但是我是缺少大厂的背书和整个方法论的沉淀，所以这时候我又毅然而然的加入了腾讯，然后腾讯可能是在中国，我认为在中国产品里面方法论做的最好的一个公司，然后我相当在腾讯又学习了1年，叫工作学习了1年的时间，把我之前所学到所有的 Delta 的东西重新组建，形成一种 information， 一种新的信息流，然后去建立了我的方法论的框架。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可能在腾讯里面你实在是有点螺丝钉，实际上你在构建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又希望再调一层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你能够去管理团队和发展方向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我又看中了整个哔哩哔哩，我认为整个2次元也好，还是整个信息流也好，或者叫视频流也好，中国在进入一个新的爆发期。所以说我认为哔哩哔哩的整个对于年轻人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只不过它的 Stream Life 还有很多的产品空间需要去做。所以这时候我又在相当于就在腾讯待1年之后，我又加入了那个哔哩哔哩，然后在哔哩哔哩首先开始作为一个组长，然后去带领去做营收和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因为经过之前的积累嘛，很快的就做的比较的好，然后也受到上面领导的leader 的器重，所以就开始管理更多的团队，就成为了一个相当整个直播产品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代言人吧，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可能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你需要去做更好的东西，或者上一个也就是说你在一个新平台里面你能把它做好，但是你能不能把传统的平台做得更好呢？所以说后来我又接受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 TME， 就腾讯音乐这边的一个 offer 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我觉得整个进击之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瞄准3点。第一点，你一定要是打准整个行业的风向。比如说你会觉得直播也好，这个方向是 OK 的，是符合未来预期的。比如说无论是游戏也好，还是什么电商直播也好，还是什么直播也好，整个 Streaming Life 是拥有比较广阔的空间的和机遇的。你首先要瞄准这个方向，然后第二点，你要有一个优秀的公司团队和平台，然后能够承载住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当时我去了熊猫直播，可能现在熊猫直播也垮了。因为它可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也是不行的。当然还有最后第3点，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和接下来你的职业发展的目标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把握。比如说加入斗鱼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去提升你对整个产品知识的积累；加入腾讯的时候，就是去整合你的方法论；然后加入哔哩哔哩的时候，就是去加强你的管理能力和再构建能力。然后加入 TME 的时候，你可能加入就是我能不能在一个成熟的平台让它更加的跃进和去做一个更广泛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样才能让你的整个进阶一步一步往上面走。我一般做节目都会说，那我来总结一下刚才嘉宾说的话，感觉不用总结，你总结已经很好了。所以大家想听总结的话，就把这个进度条往前面拖一下，听这个结尾再总结一遍。总而言之，他就总结了那么几条，我觉得我都非常同意，都非常同意。好的，那这个就是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发展。其实我还是真的是觉得还是很快速。从你16年入行，成为直播产品经理，然后跳到腾讯，也是应该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产品经理，不带团队，对不对？后来到哔哩哔哩开始带团队。那时候对，是到哔哩哔哩开始带团队的，对吧？到哔哩哔哩作为一个小组长，后来又被提升成为管理整个直播的产品组的这个大头。那个时候你们的 title 能算到那个 director 吗？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应该叫做实际上你是 director， 但是名誉上面没有给你 director，就相当于是这个意思。然后现在到了 TME 之后，就是正式授予你 director， 是这样。明白，就是至少你管的这个范围嘛，就很大了嘛，对，管很多人嘛。因为你想想看，你只有4年经验，但是我觉得几个就是一个是踩中风头和你的这个选择每一步都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好。那么也恭喜你马上就要到新的公司去这个履新。那我呢还是很想听你讲讲哔哩哔哩，包括这一期包括下一期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呢是很喜欢哔哩哔哩的。说实话，你说这些产品我用的最多就是哔哩哔哩。那腾讯音乐我其实不太用。那这个那就听听看 B 站吧，好吧？你觉得 B 站的现状是什么样的，以及它现在还比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OK。首先，我觉得哔哩哔哩现在现状就是处于一个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人口红利或者互联网红利的情况下，就是红利到头的情况下面。但是哔哩哔哩是整个中国极少数还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公司。
实际上我们也在反思为什么它能快速发展。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叫做厚积薄发，就是它其实它有11年的历史了，但实际上它前面8、9年其实真的就只是在专心的做二次元这个分支领域，只是在最近3、4年的时间里面，它把自己的核心领域做到了极致的情况下面，然后再扩充自己的领域范围，他把年轻人的市场好好的抓住以后，年轻人们长大了，年轻人们足够喜欢他了，然后他再扩充自己的领域，从二次元走向了比如说学习、生活、娱乐等等各方面，就慢慢的成为了所谓中国的 YouTube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它的未来的战略是怎么样呢？就我看来，我觉得 B 站还是比较二次元，还是总体而言还是挺二次元的，而且它跟 YouTube 的调性还是挺不一样的。如果它想要成为 YouTube 的话，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去扩充。但是它因为它本来就有这个二次元的这样一个传统和文化，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梗啊或者什么，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阻碍它成为一个更加就是更加就是这个普通的这样一个平台的。那现在这个 B 站是怎么想的呢？它战略是怎么样去部署的呢 ？OK，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像 Big Joe 说的一样的，一个东西如果越有个性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些个性化的用户来说是越喜欢的，但是对于一个共性的问题的时候，它就越困难，因为 B 站可能从一个 MAU 或者 DAU 几百万的一个平台，慢慢走向几千万甚至是 MAU 过亿的一个平台的时候，它面对的人群和内容已经跟过去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它现在其实在出现一个叫做去二次元化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去掉自己的某些标签。比如说 B 站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吧，就是我们中国有个东西叫弹幕，其实这个在美国是没有的，就是说你发送的信息会在屏幕上面飘过去，好像只有日本跟中国有，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特殊文化的。而且哔哩哔哩更牛逼的是在于，你发这条弹幕出去，不是说你注册一个用户你就能发，你甚至还要去考试去做题目，你才能够发。这种过程就让他的文化圈就变得非常的狭小，对吧？如果我考试不过，我就不能交卷子一样的感觉一样的。所以说，他现在也在慢慢的放开这样的一个权限，在不断的放开这个权限，而且把各种功能也做得更多的共性和泛化。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真的是一个慢慢渐进过程。实际上，在中国有一个更大的，我说实话，虽然很多人说 B 站是中国的 YouTube，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内容信息做的最好的公司其实是 ByteDance， 也就是最近闹得很火的 TikTok 问题一样的。因为 ByteDance 实际上在真正的短视频流里面，它有 TikTok， 有抖音，它在信息流里面有今日头条，还有西瓜视频等等。实际上，如果真的说更泛化或者更共性的功能来说，我有一说一，我觉得 ByteDance 可能做得更好一点点，对象是。明白了。所以说 B 站的现在的战略呢是说是去二次元化，然后呢把一些原先的这种非常高的这种要求，比如说必须答题才能够发弹幕的这种，逐渐这个降低下来，然后呢这个使得更多不同的人可以涌入。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去思考说，那到底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对吧？你一看到很多的平台，就以知乎为例，那知乎很多人就说这本来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搞这个泛化，搞这个下降、这个下沉吧，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现在内容没有以前好了，对吧？那作为一个专业化的平台，它到底是保持专业好呢，还是不要保持专业，就是一定要泛化呢？这个从策略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OK，我觉得这也是中美互联网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感受到最深切的就是美国有很多很多的 APP， 很多的平台，它可以很专心的把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做得很好，而且相对来说没那么有野心，就是说不是说我从这个赛道上我一定要把其他赛道给吞并掉它。但是在中国就有一种叫 Super App 的这种思维，比如说像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就是说我把一个东西做好了以后，不，我要把所有东西全部做好掉它，就有吃掉所有的那一种习惯，有这种习惯在里面。然后在中国有号称叫做装逼3大平台，这是我们自己称的，就或者文艺青年3大平台，像刚才 Big Joe 说的知乎，然后哔哩哔哩，然后还有豆瓣，我们原来被称为叫3大装逼平台。
但是在3大专服平台的时候，我们都走向了怎么说呢？都用了3种不同的策略走向泛化。比如说豆瓣就是标准的，我不愿意被泛化，我依旧要守在我原来的圈层里面，但是结局就是可能我上市不了，可能我养活不了自己，因为其实豆瓣据我了解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商业化的一定问题的。知乎的话走的就比较激进一些，然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你在搜一个问题的时候，下面是一堆的广告，或者说是水帖，就相当是我们称为软广告。所以说其实造成了很多用户的反感，就相当是，甚至有人把知乎变成了逼乎，就认为在不停的装逼，或者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哔哩哔哩我觉得就相当于走了中间那条道，就是说相对来说呢，我既不能像豆瓣那样永远固守成规，我就不走出来了。比如说我就是二次元，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二次元只是一种标签，它其实更多的想说的是年轻人的一个社区。年轻人不只喜欢二次元，他也可以喜欢生活，喜欢学习，可以喜欢娱乐化的东西，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渐进过程是 OK 的，是 OK 的。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又不能像知乎走那么激进，所以说实际上哔哩哔哩直到今天依旧没有贴片广告，也就是说没有那种开屏的广告啊，或者说叫 screen ad 那种 advertisement 那种，他不会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又守护住了某种程度上之前所承诺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他这个度把握的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就类似于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我们既要很快，但是我们要坚持长期发展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好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时间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还会再请 JY 详细讲一下就他自己做的产品，因为他是哔哩哔哩 Live 的产品总监，所以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做这些功能，是吧？我听说有个东西叫大航海，是吧？我们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咋做成这样的，对吧？为什么才有这种方式来去给他这个，比如打赏啊，他为什么是这样做的，等等之类的。我们下一个课就让 JY 专门的来跟我们讲这个事儿，最后再问一下关于直播行业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那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记得在哔哩哔哩啊、YouTube 啊，或者是别的平台上给我们点赞。这样的话，推荐算法就会把我们呢推荐给更多的人。那如果是在 B 站的话呢，请我们感谢你们的3连支持。那我们呢，屏幕上现在有我们的一个二维码，是我们的这个观众群，欢迎扫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这个小伙伴就会把你拉进我们的观众群，来获得更多的这样一个分享。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来 J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i，Hello， 大家好，我是 JY， 然后感谢 Big Joe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样一个分享活动。好，感谢 JY，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拜拜。